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中，俄军打得如此艰难，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如指挥系统混乱、情报缺失、军费、后勤等等。但今天火力军听到一个消息说，俄军是因为缺少航母才打得如此被动，那么真是这样吗？如果俄军拥有10支航母战斗群，那会对战局产生哪些影响呢？又能否和美航母抗衡呢？航母的作用，在两栖登陆作战中，航母的任务之一主要是掩护两栖登陆部队进行抢滩登陆，夺取目标登陆战区内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从战区的战略级层面上对登陆部队给予保护。同样，凭借着远距攻击的优势，航母也可以对登陆目标区域进行纵深式打击，为登陆部队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因此，若是俄军真有10支航母战斗群，俄军就能加大对克里米亚的掌控，甚至连当初没有攻下的敖德萨等沿海城市也能轻而易举地侵占。对黑海和亚速海的制海权也会像1940年英军奇袭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塔兰托，夺取大西洋上的制海权一样简单。1940年11月11日傍晚，光辉号航空母舰悄悄出现在距塔兰托300千米以外的水域。20时35分，第一批次的舰鱼攻击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23时开始，塔兰托港响起了爆炸声，仅仅用时65分钟，英军便击沉重创了义军的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使意大利海军主力几乎折损一半。从此拱手让出了地中海的制海权。这一战开创了以航空母舰舰载机袭击敌方海军基地并取得完胜的先河，充分显示了航空母舰在现代海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从地理位置讲，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东接俄罗斯，南临黑海，北部与白俄罗斯毗邻，西边是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尔多瓦诸国。而拥有10支航母舰队群的俄军便能彻底掌握举行入俄公投的4地，以及乌南沿海如敖德萨等城市，再加上乌克兰东部、北部又是俄罗斯本土和白俄罗斯，俄军就能彻底形成对乌克兰的半包围圈。而且俄罗斯还是一个对领土渴望到极点的国家，只要被俄军侵占的领土，凭借其贪婪的性格是绝不会松口的。比如当年日本要求俄罗斯归还北方4岛时，俄罗斯就说俄罗斯的土地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因此之后无论是战术运用还是后勤补给，俄军都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不会像现实中这般不堪。在现实中，俄军被打得如此惨，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俄军补给线受到了乌军的打击，尤其是在乌军攻势激烈的地区，俄军后勤补给情况更是差得离谱。可以说，俄军正面临着像1917年沙皇的军队在夏季攻势后所看到的那种后勤崩溃，实在是让士兵感到绝望。究其原因，这跟俄军内部作风脱不开干系。其中暴露俄军后勤问题最真实的信息是，俄近坦13团团长举枪自尽，而他举枪自尽是因为打仗打得没有可以动弹的坦克了。俄军90%的后备坦克因零件被盗而无法维修和使用。因为这事儿，当时在网上还流传出俄军的一些坦克甚至没有发动机，或者几乎被完全拆解的消息。如今我们也看得出来，在俄军整个入侵过程中，俄罗斯暴露出比我们想象的要弱得多的军容，以至于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陷入困境。目前俄军在赫尔松集结了30个以上的营级战斗群，兵力超过3万人了，这或许是近半个月来乌军无法进一步突破的原因。可更多的兵力也意味着更沉重的后勤压力。3万人的机械化部队每天需要的物资是庞大的，而赫尔松城又处在第聂伯河的西岸，加上河上的桥梁已经无法再利用，因此俄军是否放弃赫尔松城摆脱后勤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俄军总指挥苏罗维金肯定更希望选择有利于俄军的作战方式，将3万人置于没有后勤的战场，这堪称是一场豪赌了。但如果选择放弃赫尔松，普京会同意吗？毕竟普京必须考虑弃城带来的政治影响。但若是俄军拥有了10支航母舰队群，这一切都将毫无问题。俄军不仅能将对乌克兰纵深的后勤运输路线以及有价值军事目标给予打击，让乌克兰感受一下现实中俄军的痛苦，同时又能保证自己后勤不出问题，就如同当初美海军航母在海湾战争中作用一样，那样的安全，那样的高效。在海湾战争中，美国90%的战略物资都需要海上运输的方式到达一线战区，
这个时候就需要沿线部署一下能够具备较大范围作战半径的装备，同时这类装备也具有良好的制海能力和制空能力，而美国航母上千公里的作战半径恰好非常适合执行此类任务的。所以对于发动海湾战争的美国来说，若没有航母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些战略物资或许就会存在被打劫的可能，这样一来，弄不好美军在前线的战事就会受到影响。而想航母无论是打击还是保障后勤运输线和有价值的军事目标，都离不开舰载机。舰载机是航母最主要也是最高效的作战工具。航母利用舰载机优越的性能，能轻易对水面、水下、空中、地面等多种目标进行攻击，完成海上封锁、对岸攻击、夺取战区制空权和制海权等。而现代的航母可以搭载舰载机数十至数百架，储存供舰载机使用的弹药更是达数百至数千吨，有的甚至还配有核武器，其作战效能不言而喻。而且现代航母还配备有先进的系统，更是能让航母在半小时内弹射起飞20多架，在550千米的作战半径内执行战斗任务的舰载机。由于航空母舰作战较为倚重舰载机，所以舰载机的性能对航母的威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舰载机的主要性能必须保持甚至超过陆空军战机的性能，它们在速度、爬升率和机动性方面的要求是绝对要得到保证的，但在机重、航程、起飞和着舰速度及负载量方面倒是有可以伸缩的余地。这是因为舰载机的使用环境条件非常恶劣，它需要停降在一个动荡的平台上，而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又会使机体受到较大的加速度，因此舰载机在结构上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另外，为了使飞机尾钩平缓地与拦截索接挂，不使尾钩碰坏机尾，还需要为尾钩加装缓冲装置。由于这些原因，舰载机的结构重量要比陆空军同类型飞机重一些，在航程或有效负载方面则不如陆空军的同类型飞机。一般来说，一艘航母在其30年服役期内大约要更换5代舰载机，航空母舰本身也至少要进行2次大的现代化改装。俄军拥有10支航母战斗群的另一个作用，便是能防止域外国家干涉的需求。要知道，这是俄军目前处在劣势位置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因为有着北约对其战争局势的干预，才让俄罗斯无法做到速战速决。目前已有超30个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武器，但以金钱计算，美国至今给乌克兰最多军事援助，英国和波兰分别排第2和第3。因此，针对这种防止域外国家干涉的需求，航母似乎也是非常适用的。要知道，在1972年美国越战时期，美国航母的战斗机就在越南海岸线一侧展开了布雷作业，使其很容易就达到了封锁越南海岸线的目的。同样，在1983年10月，在美国针对格林纳达发动的战争中，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就对格林纳达这个岛屿国家就实行了军事封锁。这样一来，作为一个岛国，格林纳达当时执政的亲苏政府几乎不可能从外界获得军事援助，这也是后来美国快速制胜的原因之一。要是在俄乌战争一开始，俄军就拥有10支航母战斗群，说不定就不会有如今的局面。至于俄军在拥有10支航母战斗群后，能否对抗美国航母战斗群，那还是看俄军这10艘航母是什么航母。关于俄罗斯航母，我们要从苏联时代的莫斯科级、基辅级，乃至现在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说起。起初，苏联时代的莫斯科级和基辅级，苏联人自己称前者为反潜巡洋舰，后者被称为载机巡洋舰。就算是到了第3代瓦良格号，也被称之为超级重型载机巡洋舰。三者满载排水量依次是 1.9 万吨、4.35万吨、6万吨。目前俄罗斯唯一在役的是 1143.5 型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只不过还处于大修状态，再加上在苏联解体后一些技术人才的流失，俄罗斯就算多了10艘航母，那也只能是10艘库兹涅佐夫级的航母，而且补给舰什么的好像也没有美国强。要知道，美国海军光主力作战舰艇就达到200多艘，共计370多万吨，这还不算美国庞大的补给舰队。美海军不仅基地遍布全国，而且其补给舰队的实力更是强大，拥有数10艘大型综合补给舰，光补给舰的吨位就超过150万吨，这也是美国海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不是火力军看不起俄军的这10艘航母战斗群，而实在是无法与美国航母战斗群相比。美海军拥有的航母全是核动力超级航母，在航空母舰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其他国家的总和，其能搭载宙斯盾作战系统的大型水面舰艇数量比其他国家盾舰的总和还要多，而且都是万吨级的大型盾舰，垂直发射单元也是远超欧洲的各种盾舰，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两栖攻击舰数量和吨位也是远超其他国家海军，尤其是吨位上，有些甚至比其他国家的中小型航空母舰还要大。另外，作为航母战斗群重要一环的潜艇，美国全是处于第3、4代的先进核潜艇，因此在核动力超级航母、核潜艇、大型补给舰、舰载机等方面，俄海军和美海军不仅有吨位和数量上的差距，更有着技术上的差距。另外，俄罗斯建造航母起初更多的是为了保障核潜艇出击的，甚至还要保护图95这类轰炸机的安全。因为当时战斗机航程肯定不够，无法完成对轰炸机的护航任务，加上早期加油功能实现难度大，于是这任务就轮到航母身上，是想让航母带着舰载机就能完成护航任务。而美国空军当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出来让 B36 直接在机腹下挂载战斗机执行任务。这样的想法放到今日堪称脑洞出窍，关键是人家还做成了，实在是无法与美海军相比。总的来说，俄罗斯的航母战斗群在苏联时代更像是一个突击群，哪怕延伸至今，俄罗斯的航母战斗群的定位和美国虽然已经相似，譬如拆解了中远程反舰导弹，增加区域防空舰，以让航母承载更多的舰载机，但是固定翼预警机的缺少，电子战飞机的缺失，反潜能力的薄弱，俄罗斯纵使有10支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的战斗群，也无法快速进行一场类似美军1986年黄金峡谷那样的军事行动，更无法和美军航母进行体系对抗，更别说什么超过美国海军了，完全是不可能的。况且俄军这10支航母战斗群还是幻想出的。当然，俄军拥有这10支航母战斗群也不算毫无作用。如果俄罗斯具备10个航母战斗群，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养得起，不仅说明俄罗斯经济问题解决了，而且至少在乌克兰问题上肯定不会吃亏，甚至还可能会和美国一样在外建立航母基地，和美国进行局部影响力的争夺。只不过这样也会让世界局势更加震荡，犹如当年的苏联和美国一样，两强相争必有一伤。综合来讲，拥有10支航母战斗群的俄军或许能改变当前俄军的颓势，但是想要对抗美国航母那是万万不能的，而且还会引发世界的动荡。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俄罗斯有这10支航母战斗群。好了，关于本期内容，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